末世降临，天灾泛滥，我重生回到末世前3个月，疯狂囤积物资，改造房屋，迎接末世。看着空间满满的物资和改造完的家，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。倒计时第20天，我匿名写了一篇预警，告知了暴雨突降的时间，还有后面的洪涝、酸雨、高温、水污染、虫灾。3天后，各地出现购物潮。3月20号，天气预报发布了高温预警。3月25日，我去还了仓库的钥匙，给林娇发了一条信息，劝他早点回到云城，然后囤货。28号，气温下降。4月1日，天灾末世降临，瓢泼大雨和拳头大的冰雹从天而降，乌云盖顶，狂风大作，电闪雷鸣，天空好像被撕开一个口子，嘶鸣声和呜咽声回荡在天地之间。晚上，楼下的积水开始上涨。第3天早上，大冰雹终于没了，不过这也意味着很快将要停水停电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小区管理员把我拉进一个群里，看到群名为幸福小区互助3群，群里一共305个人，大家还在不停拉人。我所在的家属楼为地洞。天啊，那个预警成真了，怎么办？上面什么时候派人来救我们？我住在3楼，好可怕，水已经快淹没1楼了，而且刚才停水停电了，好崩溃啊！没看手机推送的新闻吗？这是全球性特大暴雨，不仅仅是蓝城救援，估计要等一等了。你们囤了多少物资啊？我家只有2颗白菜了，求好心人收留，重金酬谢。你还不如现在出门去订一个高层酒店，还包吃。突然信号消失，群里再没有消息出来。过了半个小时，楼下传来声音，我往外一看，有2个中年男子穿着雨衣救生衣，划着皮划艇出去。下午2点，信号恢复，群里因为有人结队出门找物资，再次进行讨论。怎么办？我老公还没有回来，5个小时了。刚才出去的是你老公，这么大的雨出去做什么？家里有小孩，奶粉和纸尿裤都没有了。我老公也一起去了，家里有老人生病，去医院拿药了。你们居然有皮划艇，厉害啊！上次为了去露营买的。我刚打开门看了，水位又上涨了，而且雨好像变大了。你们说他们会不会？钱红，你胡说什么？你敢诅咒我老公？ C401 发了个贱兮兮的表情包， C701 迅速骂了回去，两人你一言我一语，互不相让，直到群主出来阻止骂战才暂停。3点半左右，两人不仅回来了，还带回了很多物资。下午5点，我隐约听到隔壁陈主任家的阳台上传来女人的哭声和咒骂声，我猜测应该是阳台积水了，然后淹到家里。晚上我刚躺上床，群里突然弹出好几条消息，一栋有人在阳台被雷电击中，当场毙命，救护车和警车已经打不通了，人死了只能放在家里。这一栋住着10多位退休的独居老人，平均年纪在70岁以上。深夜时，信号已经时有时无，我看到气温降到8度，添了一床厚棉被。第2天，雷电停歇了，小区里出门的人多了起来，靠着从 C 栋借来的皮划艇和救生衣，不少人结伴出去采购物资。我看群消息得知，大家主要是去买封阳台的玻璃，堵下水道的水泥。中午12点，我接到林娇的电话，原以为林娇已经回了云城，没想到她居然还在蓝城大学。叶福，宿舍楼下的水淹没1楼了，本地的学生都被家里人接走了，我们宿舍只有你是本地人，我和周采芳、徐冉都被困在宿舍里，食堂被淹，我们又出不去，已经1天没吃饭了，你能不能来救救我们？我们商量了一下，每人付你1000块辛苦费。叶福，我知道你面冷心热，你救救我们吧，宿舍好恐怖，电也没有，卫生间和阳台都是水，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。林娇，我也没办法过去救你，你还不如等救援队，等他们来了，你们可以跟随救援队去紧急避难所。避难所？那种地方肯定又吵又乱。叶福，要不你告诉我你家在哪里，我们让救援队送我们过去，你家避一避。抱歉，我家里很小，没办法收留你们。叶福，我认识的人就只有你是蓝城本地人，我们是朋友啊，等暴雨停了，我请你吃饭。不如让救援队送你们去酒店，不仅住得好，还能包吃。酒店那么贵，我们怎么住得起？我直接把电话挂了。几秒钟后，林娇再次打来，我直接把她拉进黑名单。收留？当她是250大傻子吗？末世降临，天灾泛滥，我重生回到末世前3个月，疯狂囤积物资，改造房屋，迎接末世。
我就说叶福是个白眼狼，又不是不给钱，不仅不肯过来救我们，连家庭地址都不愿意说。林娇，你平时不是说叶福和你关系很好吗？没想到他居然连你的生死都不管。林娇，你再打给他，把钱加到一个人1500，一楼被淹了，现在停水停电又没有吃的，我们必须赶紧离开。叶福把我拉黑了。下午4点，叶福家的门被敲响了，叶福将门打开，就看到一男一女站在门外，还不停伸头往里看。看到叶福的3道防盗门，夫妻俩对视一眼，眼里冒出满意的神色。小叶，我是202的楼阿姨，我和你妈妈关系很好的，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，记得吗？对了，你一个人在家是不是特别害怕？你爸妈都不在了，咱们都是邻居，你年纪还小，我这几天都很担心你。叶福冷淡地看着女人，见她没有表示，男人咳嗽了一声。小叶，叔叔想请你帮个忙，可以吗？楼下的积水上涨很快，我们想上来你家避一避，等暴雨停了我们就走。你放心，我们不会让你吃亏，住在你家这段时间我们会给钱的。还有小雅和小凯，他们还要叫你一声姐姐呢，有他们陪你玩，你就不会孤单和害怕了。张叔叔、娄阿姨，水位虽然上涨，但是还没有淹没到3楼，而且官方已经发了通知，低楼层住户抓紧时间转移到官方的临时避难所。还有，我这个人胆子很大，不需要人陪，请你们离开。小叶，去紧急避难所需要有冲锋舟啊，我们家没有，而且外面雨这么大，出门很危险的。这些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叶福说完就要关门，被张大伟一把按住门。小叶，你真这么狠心，收留我们几天也不愿意吗？大家都是邻居，你一个小姑娘，别这么绝情。开始威胁了。我说小叶，你就收留他们吧，你一个人在家，正好也有伴。年轻人不能这么自私的，要学会积福。你爸妈可都是救死扶伤的大夫，你可不能学坏了。杨阿姨，你家女儿和儿子还没有回来吧？那你们家的空房也不少，不如你收留张叔叔他们一家，你做好事积积福，说不定能保佑你回不来的孩子路上平安顺利。我爸妈都没了，孤家寡人可不需要积福，你不同，你可是有孩子的人。阳台被暴雨淹了，我整日整夜都在舀水，儿子和女儿外地回不来，我心里又担心又害怕。听到有人找叶福借住，我忍不住出来添一把火，没想到叶福嘴巴这么毒，居然把话原封不动还给了我。张叔叔、娄阿姨，你们去王阿姨家里吧，她心地这么善良，不会不管你们的。叶福打掉张大伟的手，迅速关门反锁。至于门外骂骂咧咧的声音，他冷冷一笑，就当没听到。过了1个小时，雷电又开始了，有人在回来路上被雷劈中。吃完饭，叶福看了眼群消息，没想到 A 栋有个人在群里骂人，原来是几个男人在小区超市破门抢劫。晚上10点，电再次停了。叶福拿了一盏应急灯放在床头，正要睡着的时候，门突然被大力拍响。本来不打算去开门，可这时门外传来哭哭啼啼的声音。叶福，你救救我们家茵茵，你是学医的，我求你开门。叶福提着应急灯出去开了门，门外刘姐和她的丈夫郑阳焦急地站在门口。郑阳怀里抱着一个3岁左右的孩子，两人40岁才结婚生子，女儿茵茵可谓是两人的眼珠子、命根子。叶福，你快看看茵茵这是怎么了？刘姐给你跪下了，请你救救她。茵茵应该是被雷电吓到了，受到惊吓会引起高烧、出汗、皮肤毛孔扩张，这时容易寒风入体。我先帮她量一下体温，如果低于38.5度，物理降温就可以；高于38.5度，就要吃药或者去医院了。38度，回家给她冰敷额头，酒精擦身，好一点后洗一个温水澡，不要让她吹到风，安抚好她的情绪。好，谢谢啊，叶福，太谢谢你了。那茵茵不需要吃药了是吗？郑阳到了深谢，刘姐再三鞠躬致谢。叶福摆摆手，让他赶紧回家照顾孩子，他才感激地下楼。关门回到卧室，叶福却没有了睡意。上一世高温期间，郑阳在一次出门找食物的途中遇抢劫被打死，刘姐和茵茵也死在家里。叶福走到阳台，看了眼楼下，暴雨倾可让他无法平静的是水中漂浮的一具尸体。叶福深深吐了口气。末世降雨，天灾泛滥，我重生回到末世前3个月，疯狂囤积物资，改造房屋，迎接灭死。翌日的新闻推送：某地山体滑坡致村庄消失 ，F 州出现不明病毒，某国野生动物涌入城市等。叶福刚吃了早餐，门又被拍响了。
他皱了皱眉头，最终还是起身过去开了门。小叶，我奶奶发烧了，你能不能帮忙看看？是楼下902的秋兰。上一世，秋兰曾分给叶福半个馒头，那半个馒头救了他的命，这份恩情叶福铭记于心。好，我回去拿东西。幸好咱们地洞有你这个现成的医生，不然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急救电话打不通，楼下那么深的积水，根本没办法出门。我还只是半吊子。别谦虚，你可是天才。叶福，昨晚我听到你家门外传来吵闹声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这个人向来恩怨分明，如果还有人不长眼来挑事，我不介意动用武力。来到902，刚进门就听到一阵压抑的咳嗽声。秋兰的奶奶在卧室躺着，身上盖着3床棉被。叶福给老太太量了体温，看到40度，叶福脸色一沉。出了卧室，叶福把秋兰叫到一边。我记得上一世秋兰的奶奶是突然去世的，那时候我自己也是一团糟，没心思关注别人，秋兰也没有来找我。后来听别人提了一嘴，才知道这件事。反正最后一次见秋兰时，他们家也只剩她一个人了。秋兰老太太40度了，她现在不仅是发高烧，可能还有肺部感染、中枢系统感染。小叶，你有没有办法？小叶，我妈她很严重吗？老太太有生命危险，我不想惹上麻烦。可秋兰的恩情我不能不报。我家里还有半盒退烧药和抗生素，但是以奶奶这个情况，去医院更稳妥。叶福，可以把药卖给我吗？我给你3倍的价格。我奶奶这个样子，恐怕没办法去医院，外面太冷了，水又那么深，我怕她出门吹了风，病情反而加重。叶福点头，回家给她取药。下午，秋兰给叶福发信息，老太太退烧了，隔壁的茵茵也好转了。另一个好消息是，有救援小队开着冲锋舟，拿着大喇叭进入大街小巷开始喊话，除了安抚居民情绪，还督促低楼层尽快搬到紧急避难所。202的楼会这一次，叶福，你就当可怜可怜小凯和小雅，他们才10岁，你忍心让他们受这种罪吗？娄阿姨，小凯和小雅是你和张叔叔的孩子，可不是我的。你在我这里哭闹没用，还不如赶紧收拾东西去避难所。那种地方什么人都有，小凯和小雅无法适应的。叶福，我给你钱，3000块够吗？你就收留2个孩子就行。抱歉，不行。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？同情心是什么？能吃吗？妈妈，我要进去，我好冷好饿。张凯冲过来就要推叶福，被他侧身让开。小胖子惯性栽倒在地，霎时哇哇大哭，嘴里还冒出一大串骂人的话。叶福摸了摸袖口的匕首，眯着眼睛看着他。叶福，你干嘛推我儿子？你还是人吗？妈妈，他推我，你快打他给我报仇，打死他，我们就可以住在这里了。叶福听到这话，把张凯提了起来。叶福，你放开我儿子，你想干什么？我警告你，别伤害他，否则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你再骂一句，我就把他从这里扔下去。你敢？楼会冲过来抢人，被叶福一脚踢在膝盖。滚不滚？叶福，你无法无天了。不过是替天行道罢了，滚不滚？我滚，我马上滚，把我儿子还给我。叶福把张凯扔在地上，楼会抱起儿子就跑。被遗忘的小雅怯懦地看了眼叶福，发现叶福面无表情地盯着他，也跑了下楼。2个小时后，楼会一家4口跟随救援人员离开了地方。水位已经上涨到2楼。晚上，秋兰给叶福发了条信息，问他明天要不要一起出门采购物资。叶福是不愿意出门的。可我长时间不出门，吃喝怎么解释？让人知道我不缺食物，也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就算我明天不出门，以后也要出去，不如趁这次光明正大弄一艘冲锋舟回来。末世降临，天灾泛滥，我重生回到末世前3个月，疯狂囤积物资，改造房屋，迎接末世。秋兰说，她和8楼有冲锋舟的邻居买了3个小时的使用权，3个小时3000块钱。叶福看了眼手机里的存款，给他转了1500，秋兰也没有矫情，很快收了转账。第二天早上6点，2人去8楼取了冲锋舟，一前一后抬着下楼，2人开着冲锋舟缸离开机里。2楼出现好几个人，不停喊着秋兰和叶福的名字。秋兰询问叶福带不带他。你自己拿主意，我们只买了3个小时，不仅要确保冲锋舟完好无损，还要准时回来。可那些人都是楼里的邻居，拒绝他们真的很难。加上他们刚好8个人可以坐下，那就顺便带过去吧。等他们自己买了冲锋舟，让他们自己回来。
或许是重活一世的原因，我已经没什么同理心了。我不是好人，不代表这个世上就没有好人了。我也不会阻止别人当好人。掉头回到楼梯口，那6人上来坐好，冲锋舟立刻拥挤了起来。他们喋喋不休抱怨着这该死的鬼天气。我们也得买冲锋舟，这种充气的应该不贵，不过现在物价涨得厉害，以前几千块买得到，如今恐怕得小几万才能拿下来了。咱们可以借着用啊，买一个多贵，暴雨停了水就退了，买来划不着。哪有人次次借给你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别老想着占便宜。后面争执了起来，秋兰挤到叶福旁边，秋兰悠悠地叹了口气。小叶，你说这暴雨什么时候才停啊？总觉得心很慌，还好我奶奶没事了。叶福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虽然好转了，但还是要注意一些。说话间，冲锋舟已经离开小区，一路上遇到有很多和他们一样出门采购的人，暴雨还在继续，有一家人的冲锋舟翻了，上面的人全部摔进水里。叶福操作着冲锋舟，刚好从旁边过去，看到还有老人小孩，坐在后面的邻居纷纷伸手救援。污水灌进衣服里面，小孩冷得直打哆嗦，怯生生地流着眼泪。老人看上去很不好，一张脸浮肿发白。谢谢大家帮忙，这风太大了，冲锋舟也不好开啊。你们要去大市商场吧？我们刚从那边过来，商场人可多了，不过有治安队维持秩序，你们赶紧过去吧。那家人千恩万谢。大人抱着小孩，老人靠在角落，一家人发动冲锋舟往相反的方向离开了。作孽啊，这个鬼天气！他们这是要去哪里呀？拖家带口的，这也不像是出来采购物资啊。应该是去避难所吧。我家住4楼，水位要是一直涨，我们家也得过去。到达大顺商场，看到乌泱泱的人群，众人都是一脸绝望。治安队手里拿着电棍，严肃地扫视着众人。不要吵，不要急，把冲锋舟放这边，我们会贴上标记，开走的时候要来对标记。有人耍小聪明，想偷冲锋舟，已经被治安队电晕拖走。雷厉风行的手段瞬间镇住所有人。秋兰和叶福放好冲锋舟，交了500块钱的停放费，两人的手腕上喷上标记号码，就被放进商场。商场里几乎人挨着人，转个身都困难。叶福抢了一瓶大桶矿泉水，1袋5斤重的大米，1颗大白菜，3颗大米。有人没抢到货架上的东西，就想从他手里抢。叶福摸出藏在袖口的匕首，在那人后腰上划了一刀，那人捂着伤口骂骂咧咧。可周围人太多，叶福出手非常快，他也不知道是谁划伤他。而这时，叶福已经从旁边挤过去，顺便抢了一罐豆瓣酱。秋兰跟在叶福身后，刚才有人踩了他几脚，疼得他龇牙咧嘴。叶福带着秋兰又从旁边挤过去，从一堆大叔手里抢了3瓶水给秋兰。秋兰，食物就是命。秋兰有些脸红，她个子不高，要不是叶福在前面开路，恐连商场都挤不进来。想到家里年迈痴呆的爷爷奶奶，秋兰的眼神坚定了起来。半个小时后，两人挤到收银台，平时100-200多块钱的东西，结账的时候却花了1000多，特别是大米，5公斤的普通米已经涨价到500块钱。两人没有离开，又去了旁边的药店。两人运气还算不错，也买到了冲锋舟，不过只剩下最小的型号，只能坐下3个人那种，而且价格贵得离谱。3个小时已经只剩下5人，因为后面还有人排队使用冲锋舟，两人必须准时回去，在治安队领回冲锋舟，把物资放上去。两人准备启程回去了。他们怎么办？你不是说回城让他们自己回去吗？都这个时候了，秋兰怎么还有心思操心别人？如果他们没有抢到冲锋舟怎么办？我们走了，他们就被滞留在这里了。他们有家人，如果被滞留，家里人会来找他们。可是……不用可是了，那6个人灰头土脸出来了，每人手里抱着少得可怜的物资，看到叶福和秋兰脸上的绝望才退散。小叶、秋兰，还以为你们先回去了呢。商场人太多了，而且所有东西都涨价，真坑。厉害啊！你们居然还抢到冲锋舟了！我们过去看，老板说今天没货了，而且那价格太离谱了，涨了20倍的价格。你们物资也不少啊，厉害啊！2个小姑娘比我们这些大老爷们还厉害。叶福没理他们，那人悻悻闭嘴。旁边的人叽叽喳喳挤着要上冲锋舟。启动之前，叶福回头看着他们。这艘冲锋舟是8楼的，3个小时3000块，咱们8个人，平摊费用1个人就是375块钱。叶福说完，包括秋兰在内的所有人都看向他。秋兰很快反应过来，赞同地点了点头。最后还是5楼一个大叔率先打破尴尬，表示回到家就付钱。叶福这才启动发动机，
那6个人你看我看你，互相交流着眼神。有人冲叶福的背影翻着白眼，有人阴阳怪气呛了几句，叶福都没有理。反正我今天在大家眼皮子底下买了冲锋舟，以后要出门就可以单独行动了。末世降临，天灾泛滥，我重生回到末世前3个月，疯狂囤积物资，改造房屋，迎接末世。将冲锋舟还给主人，叶福一只手提着物资，一只手提着冲锋舟，迅速上楼。到达9楼时，秋兰突然喊住叶福：“叶福，今天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这一趟不会这么顺利。赶紧回家吧。”两人各回个家。901，郑阳从猫眼收回目光，激动地看向刘姐。叶福和秋兰都买到吃的和冲锋舟了，你去借用一下，我们也出门买点东西。回到家，叶福发现又停电了，打开应急灯照明，开始整理今天采购回来的东西。今天出这一趟门，我发现这一世的天灾好像比上一世还要严重。下午，一阵敲门声响起。小叶，你在忙吗？有事吗？是有点小事，听说你买了冲锋舟，我想借用一下。你放心，我们只是出去买一点东西，2个小时就够了。刘姐是一个家庭主妇，母亲在世的时候还夸过她，说她性格温柔，很好相处。切，8楼在出租，1个小时1000块。你不是也买了冲锋舟吗？买了，不过我的不外借。他们2口子都是形式主义者，只会嘴巴上感谢。如今冲锋舟是稀缺资源，他连付钱租用都不愿意，吃相未免太难看。小叶，我们只借用2个小时，不会弄坏的。8楼可以租用。801的吴万发狮子大开口，1小时要收2500了，真是钻钱眼里去了。等救援队过来，我们一定要投诉他。小叶，我知道你担心冲锋舟会弄坏，你放心，我和你发誓，我们会小心爱护的。我长得很像傻子吗？怎么总有人想在我这里占便宜？听说刘姐会游泳，不如游过去吧。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小叶，你太自私了。之前你给茵茵看病，我还觉得你是个好相处的，没想到你这么刻薄冷血，怪不得楼慧一家都被你赶走了，都是邻居，做人不能这样。叶福直接将门关上了。门外的刘姐气了许久，自家女儿还没有好全呢，公公有糖尿病，婆婆高血压，我刚才一时着急得罪了叶福，要是叶福记仇，以后都不给我家看病怎么办？算了，再去敲邱家的门吧。刘姐来到901，然而她敲了好几分钟，邱家就是不开门，她忍不住踢了901的门一脚，怒气冲冲回了自己家。叶福收到秋兰发来的信息，原来在来10楼之前，刘姐先去敲了邱家的门。邱家本来要开门的，是老太太按住了他们。秋兰说，她奶奶曾经看到过刘姐在小区楼下打过一个小男孩1巴掌，原因仅仅是茵茵和那个孩子撞到一起摔了一下。这种人还是少接触比较好，否则会有无数麻烦。叶福和秋兰聊了几句，就放下手机进入厨房了。刘姐一家是什么人都和我无关，反正这家人以后出事，别死在我家的门口就行。忙了一个下午，叶福成功蒸出1笼包子和1笼馒头，吃了2个包子，叶福满足地摸了摸肚子。直到晚上，小区依旧是停电状态。明天开始，大家除了外出采购物资，还要找木头烧火了。第二天，叶福刚醒，就听到楼下叽叽喳喳的吵闹声。楼下捡树枝的人很多，还有人拿着菜刀试图砍断一棵绿叶树。一道紫色闪电劈下，随后就是响片震天的雷声。那个拿菜刀砍树的男人被雷劈中，抽搐几秒钟后倒在了污水里。楼下的人迅速逃窜回家。就在这时，一艘冲锋舟开过去，坐在上面的3个男人迅速出水，把人从水里提了出来。好在中午过后，雷电暂时没了，人们再次出去捡柴禾。只是出门采购物资的人也带回了不好的消息，大顺商场关了。秋兰发信息告诉叶福，昨天下午刘姐一家最终还是去801租了冲锋舟，赶在大顺商场关门前买到了物资。傍晚，隔壁陈大河和严芬的儿子和女儿拖家带口回来了，突然多出5个人挤在3室1厅的老房子里，不到几个小时就爆发了好几次争吵。叶福抱着冲锋舟出门时，陈丹、崔丽和严芬分别抱着一捆树枝从楼梯口走了上来，母女俩一边走一边嘲讽崔丽结婚2年生不出孩子。看到叶福，严芬想起之前被落了面子的事情。哟！小叶的命真好啊，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，可怜你爸妈把你捡回来养大，还没有享福就死了。这么说，陈志哥和陈丹姐的命真苦。严阿姨，你还活着做什么？还不赶紧去死！
把你的房子腾出来给你的孩子，让他们都住上大房子。你活着不仅占了地方，还浪费食物呢。叶福，你有病吧？陈丹冲过来就要推叶福，反而被叶福反推出去，直接摔在地上。陈丹姐，我没病啊，倒是你，听说你几个月前被狗咬了，小心一点，狂犬病是有潜伏期的。叶福已经锁门下楼，连一个多余的眼神都没有给他。妈，你发什么的呆呀？叶福那个贱人把我推倒了，你居然不帮我收拾他，还有你，赶紧拉我一把。他刚才的眼神好像要杀了我，你没看到吗？你一个长辈怕他做什么？母女两人开门进屋，崔丽回头看了眼叶福家的门。叶福来到楼下，捏紧拳头的手才慢慢松开，食指指尖有一个很小的针眼，不过那根缝衣针已经进了严芬的头颅。既然严芬犯贱，那我也不必客气了。末世降临，天灾泛滥，我重生回到末世前3个月，疯狂囤积物资，改造房屋，迎接末世。叶福也加入捡柴的队伍当中。冲锋舟很小，放不了多少东西，所幸天色灰暗，隔开一段距离就看不清对方在做什么。一半收入空间，一半放在冲锋舟上做样子。叶福回到家，把柴禾放到阳台晾着，现在算是彻底断电。半个小时后，门被大力拍响，叶福听到了陈志的声音，他拍着门骂骂咧咧。叶福把门打开，在陈志的手拍下时，将菜刀举了起来。陈志吓了一跳，急忙缩回手。叶福，你敢拿刀砍我，还欺负我妈和我妹，你想找死？不是我想找死，是你想找死。小叶啊，你怎么能拿刀砍人呢？我和你严阿姨都是看着你长大的，你今天不仅咒他去死，还推了陈丹，陈丹的手都流血了，你这孩子怎么变成这样了？陈叔叔，你老婆女儿是什么货色，你比谁都清楚，你没必要在这里颠倒黑白。我呢，孤家寡人一个，谁惹了我，我拉谁全家下地狱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想试试的尽管过来。叶福丢出手里的菜刀，从陈志耳朵边擦过去，直接钉在陈家的木盘上。小叶怎么可能欺负你？他可是高材生。再说了，严芬，你外孙半夜3跟嚎丧一样大喊大叫，你能不能先管好他？严芬，你说小叶诅咒你去死，我可不相信。但是人到了一定岁数，总是要死的，你也别忌讳这个。大河，你可是出了名的老好人，但是你媳妇这几十年和楼上楼下发生过多少次摩擦，你自己算算，总不能因为叶福没了父母就欺负他。可是小叶真的变了很多，连冲锋舟都不愿意借给我们。叶福的性格真的很古怪。刘姐，叶福给你家茵茵看病，你居然这么说他？我说实话而已，我又没有恶意。叶福走过去，把菜刀拔了下来，而陈家的木门也多了一条裂缝。多谢刚才为我说话的叔叔阿姨，大家今天的好意我记下了。事情的缘由，想必大家都心知肚明。陈家气我家里没有长辈，想把我赶出幸福小区，然后霸占我家谁也别想进来。叶福的胡说八道让陈家人有苦难言，虽然气愤，也只能灰溜溜关门回屋。叶福成了大家的情，并表示谁家有个头痛脑热，他都可以治疗，只收取一点点物资当费用，食物或者柴禾都可以。关上门，叶福把菜刀放回厨房。陈志主动过来，我顺水推舟，让自己在这栋楼里站住了脚。从今天开始，这栋楼的人不会再犯蠢和一个医生作对。至于陈家人，炮灰罢了。凌晨2点，气温直接下降到零下2度。被冻醒后，叶福从空中拿出一台蓄电池，在床上铺上电热毯。本以为暴雨停止之前都用不上这些东西，可我还是低估了这极端天气。叶福盯着床头柜上的应急灯发呆。今天是暴雨后的第10天，才第10天。第二天，叶福难得睡了个懒觉。10点时，他听到震耳欲聋的飞机螺旋响声，盘踞在小区上面。叶福猛然睁开眼睛，床上坐起，呼吸又缺。真的是直升机螺旋桨的声音，救援队来投放物资了。10点半，地洞所有人来到12楼，这里有一个直达楼顶的安全门，唯一一把钥匙放在1201，因为1201的男主人是警察。可来到这里，大家才知道，自从暴雨后，宋警官只回来过一次，现在安全门打不开，谁也上不去。把门砸开吧，我们不上去，救援队以为咱们楼没人，物资就不会投下来了。只能这样了，来几个老爷们一起踢门，应该几下就开了。大家合计过后，怀着激动的心情踢门。别踢了，我回来了。小宋啊，你怎么弄成这样？对了，你有没有上面的消息啊？电什么时候恢复？大雨什么时候停？信号怎么没有了？是不是信号塔倒了？这些我也不知道。他打开安全门，前面的人一窝蜂涌上楼顶，直升机很快来到体育楼顶，物资很快
不过半分钟，直升机就飞到下一个屋顶。几个男人把物资拖到12楼。宋警官把安全门锁好，从妻子手里把2岁的女儿接了过去。怎么弄成这样了？回来时遇到劫匪了。你还回警局吗？不回，情况不可控了，我不放心家里。东西太少了。叶福看了眼物资：1箱矿泉水，1箱压缩饼干，1箱肉罐头。不能按人头分，要按户口分。毕竟有的人一家只有1个人，有的人家里可是有8、9口人呢。这更不行，那1个人分到的东西和8个人分到的东西一样，这还公平吗？要论公平，好，那就按房本分。住在这栋楼房产本上的人能分，没有上房产本的不能分，这够公平了吧？无论怎么分，总有人觉得不公平。最终，大家把目光投向宋警官。这样吧，一家人分1瓶水，3块压缩饼干，3个肉罐头，这样分刚好每家都能分到。叶福拿到物资就回了自己家。叶福拿出2个馒头，就着1个肉罐头解决了午饭。真香！本打算睡个回笼觉，可刚吃饱，门就被敲响了。末世降临，天灾泛滥，我重生回到末世前3个月，疯狂囤积物资，改造房屋，迎接末世。小叶，我爸妈身体有些不舒服，你能帮忙看看吗？我听大家说你医术很不错。叶福不动声色打量着他，宋警官也在观察叶福。一个19岁的天才少女，出生被亲生父母抛弃，被9楼的沈医生捡回来养大。16岁考上大学，还是理科状元。17岁养母去世，1个月前养父去世，如今又成了孤儿。好，先声明，我可以针灸治疗，但不提供药物，治疗要给医治费，不要钱，只要物资或者柴禾。宋警官点了点头。叶福拿了医药箱，跟随宋警官来到他家，看到生病的宋父宋母，叶福就知道他们什么情况。昨晚气温骤降到0下，2位这是失温了，所幸只是中度。他们现在出现寒战、虚脱，无法正常说话，嘴唇发紫，脸色发白等状况。我先帮他们测体温，体温如果过低，可能要去医院就诊。失温是会引起心肺功能衰竭的。宋父宋母还不到60岁，若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失温，可能会迅速死亡。重度失温者会失去意识，进入冬眠状态。小叶，失温的后果很严重吗？很多新闻都有过报道，长跑运动员或者登山爱好者一旦迷路，恰好遇到低温天气，身体一旦失温，都难逃死亡。34度。叶福把温度计递给宋警官和他的妻子看。都是我的错，昨晚气温下降，我都没有发觉。是文文突然大哭把我吵醒，我才发现降温了。我去爸妈房间把他们叫起来时，他们精神状况和身体状况都还算正常。要是我那时候就给他们测量体温，就不会拖到现在才被发现了。不是你的错，是我没有照顾好你们，还把这一大家子扔给你。现在我回家了，这些都交给我，你别担心自责了。小叶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外面的水位又上涨了，不仅降温，还有8级以上大风。现在出门就是送死。我一个人倒是没事，带上我爸妈，可能小区都出不去。有件事没有说，因为蓝城所有商铺关门，外面还多了很多抢劫犯。有糖吗？烧点热水，弄1碗糖水。如果没有热水袋、发热贴、暖宝宝这些，用塑料瓶灌一些热水进去，用外面的雨水烧开就行，然后用热水瓶放到他们怀里、腋下、腹股沟这些地方加温。宋警官和宋太太开始忙碌起来。叶福看到躺在沙发上睡觉的文文，走过去检查了一下他的情况。小叶，文文没事吧？他没事，不用担心。叶福拿出银针，给2位老人扎了几针，他们的脸色慢慢红润起来。1个小时后，2位老人情况好转。叶福收拾东西就要回家，宋警官拿给叶福1块压缩饼干、1个罐头、1瓶水。叶福没有推辞，坦然接了过来。然而他刚回到9楼，就被801的吴太太拉走了。小叶，救命啊！你吴叔叔他上吐下泻，刚才直接晕厥了。等叶福再次回到家，已经是下午5点。收拾好今天治疗病人收到的物资，叶福的心情还算不错。简单的小病小痛我不会推辞，若是比较严重的，我会直接拒绝。比起治病换物资，保全自身才是我的目的。这一晚注定是不平静的一晚，气温降到0下5度，小区有好几个人冻死在家里。暴雨雷电狂风之下，水位淹没3楼，直逼4楼。第二天，有人知道地洞有警察，纷纷上门求帮助。有人让宋警官把家里冻死的父亲送到洛山殡仪馆火化，还有人让宋警官把家里多余的食物拿出来救济他们。叶福也好奇宋警官会怎么做。如果他选择大公无私，为别人奉献自己，也符合他的职业道德。但这不是聪明人的做法，割肉为因，
第一个死的就是喂养者。过了一会儿，外面的动静变大了。叶福开门出去，发现地洞好多人都出来了。宋警官凭什么把吃的给你们？你怎么有脸说出这种话？暴雨后，宋警官一直在警局忙碌，昨天才回来，他家里人都生病了。你们这些人平时找警察就算了，都天灾了还找警察，怎么不找把你们生下来的爹妈？没吃的就去吃树皮，滚滚滚，不要进我们楼，不然打你们。可他是警察，警察不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吗？给点吃的怎么了？我都2天没吃饭了。警察怎么了？警察就要负责你的吃喝吗？你怎么不上天呢？好啊，我记住了，他居然不帮我们，你们这些人和他狼狈为奸，等暴雨停了，我就去投诉他，我要让他丢工作。不用等雨停，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我已经辞职了，我现在已经不是警察了，给你们1分钟的时间滚出地洞。辞职？你骗我们吧？听说你升职当队长了，你怎么可能辞职？不信你可以去市局问。但你之前是警察，你就要承担你的责任。我爸的尸体还放在家里呢，你比我们有本事，必须帮我把他送到殡仪馆火化了。对我用道德绑架没用，外面什么情况大家都知道，你自己都不敢出去，凭什么让我替你去？那些人没办法，骂骂咧咧走。我们把4楼堵上，现在情况很不好，可能会有人进来抢劫或者偷窃。不过20分钟，门就安装好了。有了一扇门，果然安全感满满啊！还是小宋有能耐。是啊是啊，小宋就算不是警察，也会保护我们，还是我们地洞好。宋警官弄好了门就回家了。重物掉入水里的响声传来，宋太太看向在阳台打排水洞的宋警官。什么声音？没什么，有一块墙角被雷劈下来了而已。宋警官忙完手里的活，迅速关上落地窗回了里屋。而对面5楼的阳台上，一个贼眉鼠眼的男人扫视着四围，没有发现人后，往下面的积水里看了一眼，直到那个黑色的身影消失在水里，他如释负重地松了一口气，便气定神闲离开了阳台。末世降临，天灾泛滥，我重生回到末世前3个月，疯狂囤积物资，改造房屋，迎接末世。气温骤降后，外面出现一种手掌大小的蛾子，玻璃、门外的楼道、墙壁、大门、扶杆上都是密密麻麻的蛾。叶福只觉得头皮发麻，他捉了一只回家，研究了半天，脑海中也搜索不出这只蛾的名字。他身上还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气味，不算臭，但绝对不好闻，闻久了他会头晕恶心发作。叶福刚才开门那10几秒钟，就有数百只蛾飞了进来。叶福喷了半瓶杀虫剂，消灭。死后的蛾会迅速腐烂，化成一滩污水，刺鼻的气味直冲天灵盖。若被活蛾咬到，伤口处会立刻红肿，然后失去知觉。叶福看着自己肿成猪蹄的左手掌，当机立断划开口子放血，然后抹上清毒膏。半个小时后，手掌恢复一些知觉。叶福拿出手术工具，先用生理盐水消毒再缝合，因为没有麻醉，缝合过程疼得叶福脖子上青筋暴起，冷汗从额头大颗大颗滚落下来。叶福换上防护服，拿着杀虫剂出了门，将门口试图飞进来的蛾消灭。把门关上后，拿出扩音器，开始在门口喊话：外面的蛾含有毒素，不要用手去拍打。死后的蛾化出的污水应该也有毒，清理时要小心。被咬伤后立刻放毒血治疗。一般蛾都怕火，可以用火驱赶。说完，叶福把自家门上的毒蛾消灭，迅速开门回家。叶福戴着手套，把地上的毒蛾尸水擦拭干净，又在家里喷了杀菌消毒水和空气清洗剂。等忙完这些，身体已经虚脱，手掌处传来一阵阵钻心的疼痛，还伴随着头晕眼花和无力。叶福从中间拿出一盒清毒胶囊，全部吃了下去。身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，叶福躺在床上，迷迷糊糊中听到一阵阵拍门声和哭喊声，但是他浑身一点劲都提不起来，嗓子又疼又干，仿佛要冒出火花，伤口处疼痛难忍，他恨不得把整只手剁下来。要保持清醒，要保持清醒，要保持清醒。第二天下午5点，叶福终于醒了，手掌的伤好了不少，肿胀已经消了下去。幸好我在昏厥过去之前把电热毯打开了，若不然此刻我恐怕已经在昏睡中活活冻死。叶福直接拿出一份之前做好放进空间的盖浇饭，狼吞虎咽吃完，他也真正活了过来。拉开窗帘，当看到玻璃窗上的毒蛾时，叶福倒吸一口凉气。叶福甚至不敢去想楼下楼上的人怎么样。从醒来到现在，他感觉整栋楼都陷入了诡异的寂静。门被大力敲响，叶福走到客厅，突然返回卧室，把防护服穿上，手里拿上杀虫剂，才过去开门。小叶，太好了，你还活着，
昨天到今天，我来敲你的门好几次了，没听到你的动静，我都担心死了。叶福把秋兰拉进自己家。我被毒鹅咬了，一直在昏迷。秋兰，你家没事吧？那些鹅刚出现在阳台上，我爸妈就把我爷爷奶奶关进卧室了。我们本来在拿蚊拍打那些毒鹅，听到你在楼上喊话，我们赶紧拿火把驱赶，刚好家里有一些酒精，成功把那些毒鹅消灭了。那就好。叶福，4楼、5楼、6楼都死了人，都是毒鹅咬死的。是啊，402的张阿姨，503的段爷爷，还有601，一家5口在昨晚全部被毒鹅咬死了。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见死人，每当我闭上眼睛，那些人死后的样子都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叶福咋没啥表情？学医的人心理素质都这么好吗？被毒鹅咬死后，尸体会出现黑红交错的斑纹，就像毒鹅翅膀上的纹路一样，尸体膨胀到一定程度就会顺着纹路裂开。宋警官说尸体有可能会像毒鹅一样爆炸化成尸水，他提议把尸体放到601，毕竟601的人全部死了。宋警官很厉害，这件事处理得非常完美。601的东西都被大家搬完了。搬就搬了，这2天救援队有没有过来？没有，不过今天中午12点后雨就停了。叶福恍然大悟，秋兰取下头盔，看到叶福家里空荡荡的，除了茶几和沙发，客厅什么家具都没有。你家太干净了，还没有积水。要不是我家之前装修书房留下一些水泥和沙子，我即使把马桶堵上，我家肯定也淹了。两人聊了一会，秋兰就要回家了。叶福把手里那瓶杀虫剂送给她。秋兰走后，叶福把窗帘拉开，拿出手电筒，隔着玻璃观察那些毒鹅，想到了什么，迅速打开门捡了一只回家，把毒鹅放进玻璃罐里面。我想做一个实验，这些毒鹅能够活多久？6点半，有人一边敲门一边喊他。叶福没有贸然开门，先询问了对方的来意。小叶，我是402的任月，外面的积水快淹到我们家了，可不可以来你家借住几天？可以给你1万块钱的借住费。任月今年高3，他还有个读高1的弟弟，他们家在地洞是出了名的重男轻女。我之前就说过了，我不收留任何人。叶福，你家就你一个人，求求你了，我们真的撑不住了，外面都是毒鹅，你开门好不好？叶福，赶紧把门打开，让我进去，不然我砍门了。叶福眼里划过一丝狠厉，从空间拿出一把长达30公分的军刀。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，那我只能先砍掉你的脏手了。叶福在打开门的一瞬间，手起刀落，人武的右手掌从手腕处齐齐砍断，而落在地上。一声凄厉的惨叫响起。好疼，我的手断了。叶福，你这个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，我要你偿命。左手也砍了吧？不要，叶福，求你别伤害我弟弟，我求你了，我们只是想来借住而已，你为什么要砍了我弟弟的手？你这是在犯罪，叶福，你会坐牢的。宋大哥，你是警察，你赶紧救救我弟弟啊！你快把叶福抓起来，他疯了，他拿刀砍人。宋警官抿着嘴没说话，对上叶福面无表情的脸，他想起妻子对他说的话。小叶很厉害的，但是脾气不好，不惹到他还是很好相处的，惹到他可能会很麻烦。我已经不是警察了，而且刚才不是你们先叫嚣着要砍小叶家的门吗？任月不说话了，他想把人武掉在地上的手捡起来，可这时才发现那只断手已经被地上的毒鹅蚕食干净了。任月心里一阵反胃，没忍住尖叫出声。我不收留任何人，听不懂人话的，下次削掉的就是耳朵了。叶福打开门回了自己家，听着门外的咒骂声，认真将刀擦拭干净，休息片刻后把冲锋舟拿了出来。既然暴雨暂停了，那我准备出门一趟。把门锁好，在门上喷了一种刺鼻的喷雾，只要肌肤触碰到这扇门，就会浑身发痒。将冲锋舟放到水面，叶福上去后开启发动机，在黑暗中离开了幸福小区。耳边都是毒鹅扇动翅膀的声音，叶福漫无目的地开着冲锋舟。我的确是想出来收一些物资，其二也想出来看看现在外面是个什么情况。闲逛了半个小时，也没有发现第二个人。叶福来到移动医药公司前面，找了个可以爬进去的窗户，把冲锋舟收进空间。他也爬上了3楼的一个小天台上，跳进去后，叶福才看清这是个男厕所。悄声离开男厕所，叶福把军刀取下拿在手里。楼里到处都是毒鹅，他们畏惧他身上杀虫剂的气味，并不敢凑得太近。干净的桌椅、饮水设备、咖啡机、沙发，包括办公室的纸巾、洗手液等，叶福都没有放过。看着办公室里书架上琳琅满目的书籍，叶福眼睛一亮。
医药公司内部的书，这都是宝贝啊！连同书架都被叶福收进了空间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叶福慢条斯理收集着物资，而他不知道，顶楼董事长办公室有不少人正绝望地躲在里面。16楼是餐厅，叶福刚进去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。餐厅地上歪倒着7、8具人骨架，而骨架上还稀稀拉拉挂着破烂不堪的衣服，有的骨架上面还连着肉筋和血丝，毒蛾趴在上面啃噬着，空气中除了腥臭，还有浓雾的血腥味。而最后面的那具骨架上还剩下一条肿胀的胳膊。叶福小心走向后厨，来到储藏室，发现储藏室木门被锁了。叶福从空间拿出一把开山斧，用尽全力劈下去，豁开一个口子。他将手伸进去，从里面把门打开。很好，储藏室没有被毒蛾入侵，而且里面物资不少，里面粮油应有尽有，仿佛一个小型超市。仅大米就有几10袋，而且是100斤1袋的优质精米。将储藏室的物资全部收进空间，叶福也不急着离开，而是拿出杀虫剂，在防护服外面又喷了一遍。来到17楼，叶福看着药材库3个字，眼睛都冒出绿光了。他迫不及待推门进去，看到药材都被密封保存后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本想全部收走，可叶福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：等天灾不可控以后，官方会派人搜寻物资和药材，再送往各个基地，用来救治幸存者。如果官方来取这些药材，发现库房空了怎么办？可如果搜寻物资的人不是官方，而是天灾后出现的一些犯罪团伙，东西落入这些人手中，更是助纣为虐。叶福纠结许久，最终还是决定收了。叶福没有耽搁，休息了2分钟，继续上18楼。18楼是医药公司研制出来的药物成品库房，幸好和楼下一样，因为存放得当，损失不算严重。几个小时后，叶福来到23楼。叶福搜刮完部门经理办公室，便进入小隔间，打算休息一会儿，将身上脏兮兮的防护服脱下，用蓄电池给电烤炉通上电，小隔间立刻暖和起来。叶福拿了个垫子放在地上，就这么席地而坐。他看着烤炉里的电管发着呆，实际上却是在思索：这栋楼里会不会还有幸存者？毕竟从餐厅开始，每一层楼都发现了不少骨架。身体和手回暖后，叶福拿出一份盒饭和一份羊肉汤，吃饱喝足，胃里都是热的，身上也有了力气。但叶福并没有继续出去收物资，而是闭上眼睛，打算睡一会。58层楼，我就是再快也要2、3天才能收完，所以不着急，先补充睡眠吧。睡了3个小时，叶福就醒了，将电烤炉和蓄电池收了起来，再穿上防护服，叶福便开启了新一天的收物资工作。27楼，叶福又发现一个没有被毒蛾入侵的储物间，不过里面存放的都是办公文具、纸张、笔墨。叶福看着一箱箱白纸，全部仔细收进空间。晚上7点，叶福已经累到腿软，找了个干净的办公室，立刻拿出烤火炉，暖意让人很容易犯困。烤着火，叶福就困到直接睡着了。半个小时后，他憋醒了，想上厕所。半个小时后，叶福生无可恋地回到今晚要睡觉的办公室。吃了饭后，再简单洗了一把脸，刚拿出睡袋准备睡觉，可就在这时，叶福突然听到一阵脚步声，有人。叶福关掉烤火炉，屏住呼吸，认真地听着外面的动静。又冷又饿，真是快疯了。4月1日那天，我要是没有留下来加班该多好！我要是相信网上的预警，那天没有来上班该多好！叶福眸光一沉，把东西全部收进空间，拿出一把匕首捏在手里。救援队再不来，我们真要困死在这里吗？祈远，我们还能活着出去吗？不知道，赶紧找吃的。小海和方四航把上面几层的食物都搜刮了，这一层再找不到，我们只能继续往下了。可是你忘了吗？朱敏他们就是在餐厅被毒蛾袭击才死的，我不敢下去。那你就等住饿死吧。看来这栋楼里还真有幸存者，那我就没有网上搜寻的必要了。他们去了隔壁的办公室，叶福听到翻箱倒柜的声音。过了几分钟，那个叫齐远的男人骂了句脏话，把门踢得嘎吱作响。看样子是没有找到吃的。齐远，救我！这些毒蛾一直围着我，我的火把快熄灭了。又蠢又笨，白叫了。我害怕，齐远，你别抛下我。我让你闭嘴。齐远把办公室的窗帘扯了下来，点燃后扔到女孩跟前，他则继续翻箱倒柜寻找物资。叶福听到脚步声朝着他所在的办公室靠近，将匕首慢慢举了起来。对方来到门外，并没有任何动作。就在叶福以为他会推门进来或者直接离开时，门被敲响了。里面有人吗？齐远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和谁说话啊？我们快回上去吧，这些毒蛾太恐怖了。里面的人可以开门吗？我们没有恶意，只有2个人，都是这家公司的员工。我是研究室的齐远。
齐远，里面真的有人吗？你闭嘴，不要说话。我知道里面有人，我对这里很熟悉。如果你想要什么，我可以提供帮助。叶福在几番权衡后，把门打开了。三人暴露在彼此的视线中，当然，齐远和女孩也看到了叶福手里泛着冷光的匕首。你是谁？你怎么在这里？你说你了解这里，说说看，这栋楼现在的情况。你是女孩子？有问题，我没发出任何声音，你怎么知道这里有人？我刚才说过，我在实验室工作，我的鼻子很灵敏，可以闻到很细微的气味。更何况你身上的杀虫剂气味很浓，可以请问一下，你是什么时候进来这里的吗？2个小时前。是为了躲暴雨，还是来找东西？我看你全副武装，应该是有备而来。所以你有冲锋舟吗？有。好，我说这栋楼从4月1日暴雨后就滞留了很多加班的员工，有人冒住雨走了，留下的人本来想等雨停，可等了2、3天雨一直不停，后面就想等救援队，可救援队也一直没有出现，报警电话和消防电话都打不通。后来我们还在玻璃上写下 SOS， 可从未有人过来营救，直到停水停电，网络信号消失，暴雨持续，水位上涨，气温下降，甚至出现了有毒且会吃人的毒蛾。你见过些尸体吗？下面每层楼都有，他们都是公司的员工，因为气温下降冻死了2个人，大家就聚在一起转移到顶楼。毒蛾出现之前，小海和方思航把上面几层的食物都搜刮藏了起来，我们只能去餐厅和下面几层找食物。没想到毒蛾出现了，还咬了好几个人，被咬伤的人很快就死了，然后又被毒蛾啃食干净。楼上还有多少人？加上我和你一样，还有24个人，除了小海和方思航以及2人的几个狗腿之外，谋食物的只有14个人。今天轮到我和你杨下来找食物，你想找什么？如果我帮你，你能带我出去吗？齐远，你在说什么啊？这是我们公司，你让他带走公司里的东西，你要坐牢的，你知道吗？坐牢？随便吧，反正我想离开这里。你要回家？你家住在几楼？我家在金山公寓，我住在26楼。好，我想要救命的药。我带你去实验室，那里有一些刚研制出来的药。走吧。不行，齐远，你不能带他去，这是我们公司的财产，我不允许你带走。等救援队来了，我会报警。随便你。你这个土匪，你这是抢劫，你要坐牢的。实验室在48楼。齐远说的特效药其实数目并不多。叶福随着他来到实验室，将东西收好后，齐远往后一看，语气有些冷。你养不见了，快走，他去顶楼通风报信了。走这边，这里有一道安全门，我们可以从这里下去。叶福没有犹豫，跟着他进入安全门。齐远虽然是个年轻男人，但长时间饥饿使他的身体素质变得很差，没走几步他就大口大口喘着粗气。2人走走歇歇，幸好那些人并没有追下来。到达4楼，叶福走进一间办公室，观察了一下窗外的情况，暴雨还在继续，水位已经快涨到4楼了。他打开玻璃窗，从防水袋里掏出一捆绳子，在窗棱上绑定后，叶福爬上窗台，拽着绳子就要跳下去。等等，我没看到你的冲锋舟啊，你确定真的在下面吗？当然，你整理一下你身上的东西，免得挂在窗台上下不来。我先下去。叶福已经慢慢滑了下去，快要触碰到水面时，叶福抬头一看，没发现齐远的身影，把冲锋舟放出来，稳稳踩上去后，才把背后的防水袋卸下。快下来！我有点恐高，我摔下去怎么办？你会救我吗？我不会游泳啊。摔不死，别墨迹了。5秒钟，你再不下来，我就走了。白走，我马上跳。叶福直接倒计时，齐远看他这么狠心，也顾不得害怕，眼睛一闭，直接滑了下来。叶福在紧要关头拽着他的一只脚，将他丢到冲锋舟上，直接开启发动机，舟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。而此时的大楼内，倪阳带着一行人来到实验室，却没有看到任何人。叶福和齐远已经快到达景山公寓，叶福回头看了眼摇晃火把、驱赶毒蛾的齐远，将袖口的匕首收了起来。重活一世，我怎么可能那么轻易相信一个陌生人？一开始承诺带他一起离开，不过是想利用他得到那些药。直到倪阳不见了，齐远第一反应是让我快跑，有些意外。再到后面，他请求我替他回去看他养的猫，我才真正想带他离开。还没有请教你的名字呢，听你声音，你应该很年轻。出来找药是家里人生病了吗？你不害怕吗？你看那边是不是飘住一具尸体？萍水相逢，不必知道名字。至于尸体，在你们公司大楼就见过不少了，有什么好怕的？也是。到达景山公寓，看着熟悉的小区变成这副模样，齐远叹了口气。我还以为我不会有活着回到这里的一天了，谢谢你，不知名的女侠。我明明是土匪和盗贼呀！这个药分你5盒，说不定能拿来换物资。齐远也没有矫情，将药接过后塞进怀里，
从4楼楼道口的小窗爬了进去。看到他安全落地，叶福准备启程回家。注意安全！齐远的声音被暴雨阻隔，可叶福还是听到了。他抬起手敷眼挥了2下，再一次消失在黑夜中。快要回到幸福小区，旁边突然窜出2艘冲锋舟，他们手里拿着长刀，左右夹击，准备偷袭叶福。叶福反应很快，在他们冲过来时，手拿出2支弩，左右开弓，迅速反击。那些人还没有近身，就全部葬身水里。最后一人没有被弩箭射死，想反扑时被他一刀扎入心脏。我杀人了，前世今生第一次杀人，没有特别的感觉，只觉得心里有种东西破土而出了。环顾四周，没有发现任何不妥，将2艘冲锋舟上的东西提了过来。至于这2艘充满血腥味的冲锋舟，他看了一眼便移开了目光。回到地洞，叶福提着东西上楼，他的防护服上还有一些没被暴雨冲刷干净的血迹。701打开门，看到叶福，惊讶极了。小叶，你回来了。叶福没理他，继续上楼。回到家门口，看着门锁处被刀斧砍过的痕迹，叶福冷冷一笑。看来我活着回来，要让一些人失望了。这一晚，地洞所有人都知道叶福不仅满载而归，身上还染了血。第二天中午，叶福被一阵敲门声吵醒。他把自己裹严实，才出去开门，看到是宋警官。你昨晚遇到劫匪了？叶福沉默了几秒，才点了点头。我没有其他意思，遇到劫匪反击回去，这是自我保护。更何况今时不同往日，我只是想提醒你，还是小心一些。旁边 C 栋前天晚上被入室抢劫，好多人都没了，而那些劫匪杀了人抢了东西，还拿着喇叭在小区里恐吓，说隔1天来一次。如果没意外，他们今晚还会过来。你暂时别出门了。这种时候，他还特意来提醒我。叶福从不欠人情，回屋拿了一袋东西递给宋警官，套在外面的塑料袋上还沾着血。宋警官接过去打开一看，里面居然有2颗大白菜。你不用给我这个，我提醒你，并不是图这个。我知道，你就当有来有往。有来有往是这个意思吗？好，我收了。外面情况怎么样？大街小巷的积水里都有很多尸体，水位上涨很快，还有趁这段时间多囤一些货吧。暴雨不停，要是水库也决堤了呢？宋警官脸色一变，想到水库决堤，眼神都茫然，惊恐了起来。他又叮嘱叶福几句，就回了楼上。看他慌忙的背影，叶福叹了口气。人在自然面前真是渺小极了，可人类的韧性又是很强大的。天灾接踵而至，总有人顽强且努力的活着。叶福回屋后，把昨晚的战利品整理了一遍，收获颇丰，叶福很是满意。把午饭解决后，叶福拉开窗帘，观察着外面的情况，看到小区水面漂浮的尸体。这些劫匪真的只是普通的劫匪吗？下午，宋警官和几个邻居在4楼又装了一道安全门。期间，叶福出门清理门上的东西，意外听到楼下有几个人在议论他。她一个小姑娘，居然出去了1天2夜，还带了物资回来，说不定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。谁知道啊？不过她胆子可真大。昨晚我看到她回来时，身上穿的防护服上都是血。我跟你们说，她可能也去抢劫了。我就说她不是好人，凡是和她借住的，哪一个成功了，人我还被她砍了1只手，真残暴。她要是死在外面就好了。昨天早上人家用斧子砍，都没有砍坏那道门，质量真好啊。她那房子看着就很安全。她要是死了，我们找谁看病？别说了，免得被人听到。下午，秋兰上来了一趟，她冻感冒了，情况有些严重。幸好之前去大顺商场采购时，她买了不少药。叶福，还好你安全回来了。你怎么出去了那么久啊？大家都在说你回不来了。任家人为了泄恨，就用刀和斧子劈你的门，还好门没有损坏。叶福看他有气无力的样子，劝他先回家休息。我没事，我主要是来和你说一声，前晚有劫匪来小区抢劫，他们还放话，今晚还要过来。你今天不要出门了，不对，这几天都不要出去了。我跟你说，旁边那栋死了很多人，男的被杀，女的。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？叶福，我们还有救吗？我好害怕，我好怕死。谁不怕死呢？秋兰，如果那些人来了，那就反击回去，不要害怕。想想你的家人，你只有活着才能保护他们。我不敢。很正常，我们出生在文明时代，接受正常教育，连杀鱼杀鸡都不敢，更何况对那些恶魔进行反击。可你害怕，他们不会对你心慈手软。你如果死了，你觉得你的爷爷奶奶、父母又活得下去吗？我是学法律的，我崇尚法律，但是我不是傻子，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。叶福，谢谢你，你比我通透。我们情况不同，你有牵挂，考虑的更多。好了，回去睡一觉，养足精神备战。秋兰回去后，叶福看着自家的门，
回屋后拿出10多种药材，搭配了一锅毒药，熬煮了3个小时。叶福给宋警官家和秋兰家送了一些，剩下的全倒进喷壶里面。夜幕降临，整个小区陷入诡异的寂静当中。叶福穿戴整齐，站在窗户前，拿出望远镜看着楼下。11点，外面一片宁静，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，叶福却没有放下警惕。12点，一滴水花砸在玻璃上，叶福听到响声，心顿时沉了下来。他们来了，来的人还不少。叶福听到一声尖叫，前面那栋楼阳台上的玻璃被他砸碎，那些人肆无忌惮地大笑着。他听到楼下安全门被摇晃的声音。他们除了刀，还带着斧头和锯子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我的梦想就是当一个像父母那样优秀的医生，拿起刀只为救人。而今天，我为了保护自己，拿起的这把刀是为杀人，杀那些丧失人性的恶魔，杀掉他们，自己才能活。叶福一遍一遍告诉自己，这是为民除害，不用害怕，不要手软，不要犹豫。一声巨响，4楼的安全门被拆掉了，他们狞笑的声音传遍整栋楼，斧头砍在门上，像催命折磨着每一个人。求求你们，放过我们吧！我家里什么都没有，不要杀我们，不要杀我们！这袋米不是东西吗？不诚实的老东西，今晚拿你们家当开胃菜，哥几个男的杀了，女的嘿嘿。不要，求你们放过我们！滚！我们龙虎堂今晚光顾你们家，可是你们的荣幸，还不识好歹。一刀下去，迟暮老人瞪着眼睛，死不瞑目。一个膀大腰圆的大汉拖着年轻的妇人进了卧室，其他人笑着开始扫荡房间里的物资。凄厉的尖叫声从4楼传到10楼，叶福闭着眼睛，手却按在门把上。他像一只蓄势待发的狮子，只等一个最合适的时机。不要杀我，我知道谁家里有吃的，我可以告诉你们。一双脏臭的手捏着任月的脖子，把他提了起来。男人的目光肆无忌惮在他身上游走，发出邪恶的大笑。是吗？我现在不想找吃的，我对你更感兴趣。我有病，我有艾滋病。不过这栋楼有干净好看的，902有一个，他家里除了他都是老人。1001有一个，他是个孤儿，曾经还是蓝城的高考状元。他家里有很多食物，我看到他带了很多东西回来，他们长得都比我好看，我可以带你上去。我真的有病，大哥，饶我一命，求你。贱人，你以为我看不出你在骗我？一巴掌打在任月脸上，他脸一偏，吐出一口血水，2颗牙齿被打得脱落。男人撕开他的衣服，一把刀子贴在他的脖子上。不想死就老实一点。大哥，我真的有病，病历就在柜子里，你不信可以去看，我不骗你。任月的父亲和弟弟已经被割喉，母亲在另一个房间嚎啕。男人拉开柜子，看到里面有一张病历，但上面都是专业术语。男人虽然看不懂，但是没有再怀疑任月。看着任月清秀的小脸，他骂了句脏话，毫不犹豫将刀子划过任月的脖子。这么快？快个屁！有病的懒人，罪人！听说这栋楼还有2个年轻漂亮的。9楼，秋兰家的门被大力踢开，爷爷奶奶被关在房间里，他和父母拿着菜刀迎战这些掠夺者。秋兰想起叶福的话，拿着刀的手坚定无比。在这一刻，他清醒的知道这个世界变了，他也变了。果然有个漂亮的，老四，先弄死这2个老东西，这个妞带回去慢慢玩。秋父挡在秋兰和秋母面前，听到劫匪的话，他举起刀就要冲过去，却被对方的长刀砍下一只手臂，随后又一刀插进肚子里。秋兰目眦欲裂，眼睁睁地看父母接连被杀，他的反击在几个强悍的男人面前成了笑话。就在这时，他想到叶福给他的东西，拿过桌子上的玻璃瓶子，对准前面那人的脸泼了出去。一声惨叫响起，被泼到的人身上很快灼痛腐烂。秋兰见状，再一次泼向另一个人，虽然反应迅速，可那人还是被泼到脸上，很快整张脸瞬间腐烂脱落。怪不得叶福说这个东西是保命用的，但是量不多，必须一招击杀。听着2人的惨叫声，秋兰看向一旁的父母，她举起刀，一刀一刀挥向这2个劫匪，直到他们毫无声息，秋兰才回过神，忍着心痛捡起他们的长刀，便离开了902。叶福在门口传来脚步声时，就迅速打开房门，射出第1支弩箭，他的弩箭还抹了毒药。他已经听不到那些哭喊声和惨叫声，他像得了失心疯一般，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：杀掉这些人，全部杀掉。宋警官和他配合得很完美，10楼、11楼、12楼皆无人损伤，地洞的劫匪全部绞杀，可地洞的居民也死了不少。2人开着冲锋舟来到前面的异洞，看着眼前的一幕幕惨状，他没有时间愤怒，一支弩箭射出，提着刀冲过来的劫匪心口正中一箭，从楼梯上滚落了下来。劫匪一行共有18人，
他们分成3队，进入3栋居民楼杀戮和抢劫。叶福和宋警官全部清理完这些劫匪，已经是2个小时以后了。宋警官背部、腰部、小腹、小腿都有刀伤，回到地洞，他已经奄奄一息，伤口处还在流血。他嘴里喊着女儿的名字，大口大口的鲜血吐了出来。地洞所有幸存者都挤在这里。叶福在7楼找到周兰，他浑身都是血，手里拿着刀，对着身下的劫匪挥舞着。叶福把他拽了起来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随后2人把这些劫匪全部拖到601位毒额。你们手里有武器，为什么不早点出现？早点出现，我老公就不会死了。一个中年妇女跳起来就要打叶福，一瞬间2人成了众矢之的，反倒成了这场劫难的罪魁祸首。叶福看向宋夫人，宋警官情况不太好，我回家拿医药箱，你们把他身上的衣服剪下来。你先回家，你们各回个家，给你们死去的家人收尸，不要挤在这里。我的儿子啊，该死的劫匪，他们不是人啊！叶福，你刚才为什么不救我老婆？你明明可以救她。宋春和，你对得起你的职业吗？你是个警察啊，你为什么不早点来救我们？为什么？他们嘶声力竭地指责着，呼喊着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宋警官说话。他家里还有70多岁的父母和2岁的女儿，也没有人替叶福说话。她只是一个19岁的小姑娘。夜幕降临，叶福给宋警官做了简单的缝合救治，能不能活看他的意志力了。9点又去了秋兰家，缝合好秋兰伤口，颤抖着手回到家，泡了个热水澡。事后躺在床上，以为不易安睡，却意外的沉沉入梦。第2天，急促的敲门声响起，叶福开门。小叶，春和他状况不好，快来帮帮忙，求你了。别急，我这就拿药箱，你先上去。12楼，伤势不佳的宋警官映入眼帘，叶福重新处理什么？家里还有点中药，我会配2副，记得灌给他。小叶，真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感谢你。宋太太给了叶福1支金杵，叶福送了文文一把小巧的匕首。他会好起来的。这天开始，毒额在减少，人也是。风雨过后，人们又开始寻找物资。真是疯了，叶福，这个世道疯了。洪水淹没的食品厂外，叶福和秋兰刚刚抵达。这里没有人，但我怕冲锋舟会被偷。我去里面看看，有食物我分批送出来，你在这儿守着。秋兰点头同意。叶福拿着防水袋，小心翼翼地进入厂房，在散乱的罐头细缝中找到藏匿的食物，一半放空间，一半运出去。叶福将公母交给秋兰，重返厂内继续搜索，又找了些食物和水，回到冲锋舟。水和零食，咱们1人1半。谁我留1箱，罐头你多拿点，零食全是你的。好了，别矫情了，活下去要紧。2人将物资固定好，刚出厂区就遇到一伙人，他们看到叶福的公母，怒视却并未靠近。我还以为那些人要过来抢东西，怕什么？来一个弄一个。我得快点回去，我爷爷。2人加快回城，叶福和秋兰带着物资回到地洞，严芬嚎哭着扑过来，叶福一脚将严芬打住。找嘎吗？你们刺激我妈了。小叶，别计较，大哥没回来，我们都急了。见你回来有些激动。孙豪是个危险的人。叶福看了眼疯癫无状的严芬，看来他头颅里的那根针已经在发挥作用了。哼，狂犬病真是可怕。叶福回了家，孙豪若有所思地看着陈丹。陈丹，你有没有接种狂犬疫苗？你怎么会这样想？我妈说不用打。严芬突然发狂，咬了陈丹一口。孙豪一脚踢飞严芬，陈大河与崔丽回来，刚好看到，上前给了孙豪2巴掌。他咬人了，他肯定是变异了，和那些毒一样，他要变成丧尸了。这是怎样的末日呀？孙豪推倒陈丹，他惊愕地看向他。你疯了吗？为什么把我推下去？你快变成丧尸了，我不赶你，离开这儿吧。爸，孙杰还小，他是你唯一的孙子啊。这真的是人变成怪物的世界吗？我们不是丧尸。他哭喊着从楼梯爬上去，又被孙豪一脚踢了下来。你作为一个母亲，为儿子做最后的牺牲吧。陈丹崩溃，声嘶力竭的呼救，而邻居们只是在背后窃窃私语。丹丹，爸爸一定会保护好小杰的，你和你妈妈快走吧，要不然我得把你们锁在601号房间里。不要啊！我不走，我不下楼。严芬试图攻击陈大，但被陈大河迅速一脚踢。来帮忙制服他们。崔丽在孙豪的催促下靠近严芬。爸爸，请别这么做。陈大河看着女儿心软了一下，但被孙豪迅速制止。爸，我们不能失去小杰，丹丹情况很不对，她要变异了。爸，我可能怀孕了，这是陈志唯一的孩子。陈大河听后悲喜交加，陈丹和严芬最终被自己的家人亲手推出这栋。
第二天，陈大河与崔丽敲响了叶福的门。小叶，关于之前的事情，我们真的很抱歉。现在我们有个请求，崔丽说她怀孕了，你能帮忙确认一下吗？我诊治需要物资交换，我们会遵守规矩，不会耍赖。小叶，可以到我们家里坐坐，再为我把脉吗？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有些什么隐情。叶福踏入陈家，环顾四周，混乱的客厅和扑鼻的恶臭让他不由得调整口道。叶福跟随崔丽进他与陈志的卧室，房间同样一片混乱。他摸了摸崔丽的脉搏，看你的表情，我确实怀孕了吧？真可笑，2年来努力都未果，在灾难中我却有了孩子。你有抑郁症？你真厉害，几分钟就看出来了。可是连我摊在他面前的诊断和药物，陈志都未放在心上。他要是看不到今年我生孩子就要离婚，现在他不知死活，而我却怀孕了。叶福保持沉默，视线在不堪入目的卧室里巡视。小叶，你那里有？暴雨不停，我怎么养活他？只是徒增磨难。我没有那种。崔丽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盒子，递给叶福。我知道你的规矩，但求你了。我真的没有，我理解你的做法。没有，我该怎么办？叶福默默拉开门出去。小叶怎么样？叶福没有回答，但接受了陈大河递过来的压缩饼干。那是我的，为什么给他？叶福眼神冷淡。孙豪回来并制止了孙杰。小叶不要介意，大嫂她怎么样？她还行，我得回去了。小叶，请你告诉我，你找物资去哪了？灾情如此，我们也需要准备。食品工厂。叶福返回自己家，换下防护服，整理了一番。敲门声响起，门口宋警官和宋太太全副武装。宋警官带着太太出门找物资，这还真是少见。他担心我一个人，而且这也是适应这个新世界的方式之一。我必须与他同行。你们要小心，外面的环境不适合太太，你也应该多休息几天。可我们没时间了，我感觉情况会更糟，可能水库决堤。注意安全。对了，你们还有什么需要的？说到需要，想向你购买防身之用。我现在就去拿。叶福从里屋拿出半瓶递给宋警官。告别之际，另一户门开了，邻居崔丽和孙豪同样准备去寻找物资。叶福回到室内，坐下时目光落在静静的收音机上，没有传来任何声音。下午，叶福躺在火炉前的折叠床上，敷着面膜，听着悠扬的歌曲，闻着烤红薯的香气，睡着了。第二天醒来时，气温又降了2度，叶福来例假了，这次格外的疼。中午，叶福忍着痛起床熬了一锅中药，喝下去后才稍稍缓解一些。下午时，门被敲响了，叶福艰难爬起来去开门，门外是全副武装的宋太太。她看到叶福佝偻着，有些被吓到。小叶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小问题，你们才回来？是啊，跑了很多地方，外面找物资的人太多了，回来又遇到一些麻烦，幸好这次收获不错。小叶，这是给你的，赶紧收着，你身体没事吧？我没事。看着宋太太递过来的一袋东西，叶福大大方方接了过来。毒鹅是不是少了？没错，温度降低到零下10度以后，毒鹅就开始减少了。叶福点点头，他疼得受不了了，和宋太太说了几句话，就关门回屋。可2分钟后，门再次被敲响了。叶福叹了口气，咬着牙过去开门。小叶，这是给你的，好好照顾自己。叶福看到他手里有一块红糖，一包哒哒哒，突然就愣住了。我们这次出去运气不错，找到了不少这个，包装是好的，没有进水。他将东西塞进叶福手里，就快速离开了。宋太太送来的袋子里面有2瓶水、2个小面包，还有一袋200克的盐巴。把东西放进厨房，叶福回了卧室。第二天，叶福又开始拉肚子，来回跑了5次，拖着疲惫的身体倒在床上，生无可恋地看着头顶的天花板。隔壁的孙杰又哭闹着找妈妈，他打开门，在楼道里大喊大叫：“你妈和你外婆变成怪物了，他们耷拉脖子还喝哒哒，你外公和爸爸把他们赶出去了。你在大喊大叫，我们就把你哒哒出去，让你被外面的怪物哒哒脖子，然后也变成怪物。”孙豪和陈大河一听这话，就要上去理论，却被对方手里的铁铲吓得退了回来。孙杰瘫坐在地上，不停摇着头。被孙豪抱回家后，孙杰哭闹了一晚上。第二天起来，他仿佛变了个人似的，目光呆滞，嘴角流着口水，只会傻笑着喊妈妈。孙杰就因为这些话被吓傻了，也是可怜。可怜吗？也许吧。暴雨25天，收音机断断续续收到了一些声音。
全球性特大暴雨愈加严重，所有公民保护自身安全。各地出现有毒虫类，水位持续上涨，山体滑坡。大病初愈的叶福把家里打扫了一遍，决定好好犒劳一下自己。一边吃火锅，一边看电视。吃饱后洗了个热水澡，叶福满足地躺在床上。翌日，叶福本来想出门一趟，却被秋兰拉到了他家。叶福，我爷爷这2天情况很不好，我不知道他怎么了，不管我怎么哄，他都不吃饭。叶福看着躺在床上发着呆的老人。老年痴呆是不可治愈的一种病，我对这方面没有研究，也不知道该怎么看病，是哒哒还是食欲不振。你这么一提醒，我才后知后觉，我爷爷的确很像在哒哒。叶福示意他出去说话，两人来到客厅。你爷爷有时候应该是清醒的，他知道你奶奶、你父母都去世了，心里难受，可能有哒哒哒哒的想法。另一方面，他可能是心疼你，想把吃的都留给你。秋兰呆愣地看着那扇门，他突然蹲在地上，抱着头小声呜咽。他什么都知道，叶福，他什么都知道。别太自责了。叶福离开秋兰家，心情也有些低沉。这该死的末世，这是要毁天灭地，让人类哒哒呀！叶福去了公园收集树枝，又去了商业街捡漏，收获一般。叶福回到地洞，刚回到家，宋太太就急吼吼地跑下来了。看到叶福，她重重舒了一口气。小叶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叶福看他这样子，只好先跟着他去了12楼。原以为是宋警官旧伤发作，没想到出事的却是文文。小叶，文文从今天早上开始就有点不对劲，他发高烧了，身上还出现一些红点，他是不是高烧加过敏了？叶福只好先检查他身上的红点。文文这个情况很像出水痘，我记得我小时候出水痘就是他这个症状。宋父拍着大腿叹了一口气，肯定是水痘，出水痘有好几天潜伏期，前几天文文就有点精神萎靡了，都怪我，要是我早点发现就好了。爸，您别自责了，出水痘不会出事的。小叶，出水痘是可以自愈的吧？会自愈，但是也会传染。如果没有出过水痘，你们可能会被传染。宋家人你看我我看你，都回忆着有没有出过水痘。幸好除了宋太太，全部都出过。自愈需要很长过程吧，而且很难受，要不要吃什么药？可以擦一些药，比如抗生素软膏，或者喝双黄连口服液、小儿齿桥清热颗粒、黄栀花口服液。宋太太急忙拿出医药箱，从里面开始翻找。有双黄连口服液，现在就给文文喝下去嘛。等水痘冒出来，不要让他用手抓，不然需要擦药，还会留疤。这种时候到处都是病菌，也要小心感染。宋警官拿着纸笔记下了。叶福要走，他又拿出一袋东西给了叶福，叶福只拿了一颗土豆。晚上，叶福做了水煮鱼，一边吃一边看动画片。翌日，一声巨响打破小区里的平静。叶福拉开窗帘往外一看，玻璃上沾上了一块白色的东西，想到了什么，他拿出望远镜，寻找水里漂浮的几具哒哒。果然，哒哒已经没有了。宋警官出去找物资回来时，告诉叶福，前面一个老旧小区在昨晚突然坍塌，整块地往下凹陷，形成一个巨坑，小区里的人无一生还。暴雨已经连续下了1个月，地下水道在第3天就不负重荷，地表受到侵蚀，土壤被破坏后，自然要坍塌流失。蓝城地势较低，一旦水库决堤，就会被包围成孤岛。叶福突然有些坐立不安。如果幸福小区也坍塌了，那我该如何自救？叶福记得上一世前面那个小区并没有坍塌。当天下午，叶福出去了一趟。当他亲眼看到凹陷下去的巨坑时，心陡然一沉。回程路上，叶福的冲锋舟上出现一只蟾蜍，只是这只蟾蜍大得有些可怕。蟾蜍蹲在冲锋舟的尾部盯着叶福，叶福盯着他看了2秒钟，用一根细柴把它戳到水里。回到地洞，叶福又在楼道里看到几只蟾蜍。看来毒蛾散去，蟾蜍来了。果然，2天后，蟾蜍又像之前的毒蛾一样，开始出现在楼道和水里。打开门，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叶福试图用火把和杀虫剂驱赶，但是并没有用。外面水位持续上涨，5楼岌岌可危。隔壁的孙杰突然把门打开，楼道里的蟾蜍一窝蜂涌入家中。快哒哒他们丢出去，赶紧丢到门外，关门了，不要让这些癞蛤蟆再进来了。爸，阳台上都是这玩意，他们跳到卧室里去了。都怪孙杰，好好的开什么门，一个哒哒拖油瓶。你不是拖油瓶，你敢说我儿子？我哒哒你这个臭女人！你敢哒哒我，孙豪，我肚子里有陈志的儿子，等他回来，我让他收拾你。收拾我？他有没有回来嘛？我告诉你，陈志回不来了。
什么意思？孙豪，你刚才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崔丽和孙豪开始哒哒哒哒起来。陈大河安抚好孙杰，过来给了一人一巴掌。你们两个再吵，就滚出这个家。孙杰是我的外孙，必须留下。你们两个外姓的给我滚蛋！你最好保住这个哒哒。叶福在门口加了一只蟾蜍，无视陈家人惨状，迅速关门回屋，看着出锅的蟾蜍，一阵阵肉香味钻入鼻腔。叶福吃了一口，说实话，味道绝了。3个小时后，没有任何不良反应。叶福重新套上防护服，分别去了秋兰家和宋警官家，把这件事和他们说了。随后，叶福回了家里，拿出一个水桶，开始出门捡蟾蜍。秋兰和宋警官一家对叶福的话深信不疑，立刻加入进来。楼里其他人看到他们捡蟾蜍，问了宋警官后，才知道这玩意居然可以食用。这些癞蛤蟆是从水里出来的，能吃吗？那水多恶心啊，里面还泡着哒哒呢。是啊，前几天巨人关爆炸的事情你们忘了？哎呦喂，我家阳台都是哒哒，臭死了，还有趣。可叶福都说了这东西可以吃，说明他已经吃过了，他都不怕，我们怕什么？他学医的，胆子本来就大。你们不吃我吃，反正都是肉，吃饱了活下去才是硬道理。有人觉得恶心，有人则迅速加入捡蟾蜍队伍。叶福难得发善心提醒了一句：蟾蜍有毒，头和外皮都要去掉。虽然不哒哒，但会不会有别的后遗症，我也不敢保证。叶福捡了一桶就回家了。第二天，捡蟾蜍的队伍开始壮大，大家甚至去水里打捞。这一天，一个移动的居民来找叶福，原因是家里的老婆要生了，让叶福过去帮忙接生。对方拿出一把金豆子，叶福拒绝的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，跟随男人来到冻尸楼。刚打开门，叶福就闻到一阵哒哒味，家里很潮湿，地上还有积水。孕妇躺在卧室，她一直在哭喊，看着她又圆又大的肚子，叶福眼皮一跳。老婆，医生来了，你坚持住。叶福按了按孕妇的肚子，是双胞胎。小叶医生，你快救救我老婆，一定要保住她的命。叶福打开箱子，拿出里面的手术工具。我先试着让她顺产，如果没办法顺产，可能要哒哒产，但我没学过这个，我也是第一次接生，如果有意外。小叶医生，大家都说你很厉害，我求你一定要保住我老婆，只要保住她的命就好。叶福看他精神快崩溃，只能把他轰了出去。我要为你做哒哒产手术，没有麻药，你能忍吗？孕妇已经开始脱力，听到叶福的话，虚弱地点了点头，随后他一把抓住叶福的手臂，保住孩子，医生，求你帮我保住他们。叶福和他对视了几秒钟，反握住他的手。相信我，也相信你自己。好了，你先放松，不要紧张，不要害怕，你可以和我说话，说什么都可以。叶福向孕妇点头示意后，就开始了这场最危险的手术。当叶福取出那个脐带绕颈、浑身青紫的哒哒时，他此刻的心情无法言说。两个哒哒的哭声从弱到强。叶福让男人进来清理哒哒身上的东西，孕妇嘴里塞着一团布，她疼晕过去，又醒来，又晕过去，如此反复。叶福帮她做了缝合，孕妇没有大哒哒，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。两个哒哒，一儿一女。男人简单清理后，把哒哒包了起来，就趴在床边，眼睛死死盯着床上的妻子。她现在没事了是吗？需要观察一段时间，因为没有麻醉药，她是疼晕过去的，产后护理要做好。观察了2个小时，产妇情况还算良好，叶福就拿着男人给她的一把金豆子离开了。地洞的邻居在外面捡蟾蜍，知道他过去 A 栋接生，急忙问他哒哒怎么样了。龙凤胎，很健康。好啊，孩子健康就好。大喜事啊，有孩子出生，说明天灾很快就过去了。哈哈哈哈，太好了，孩子就是希望啊。虽然蟾蜍可食用，但仅仅几天就泛滥成灾。隔壁楼有人出门，被水里跳出来的蟾蜍群攻，最后跌入水里被卷走，内涝越来越严重。宋警官带回一个不好的消息，兰城的跨江大桥已经被冲垮倒塌，不少小区也出现地形危机。窗外的风发出呜的声音，叶福刚出去捡蟾蜍，回来时一阵冷空气从他身上卷，他的眼睛瞬间被刺激到不停流泪。寒潮第3天，不少人开始出现脑空气过敏、湿疹、鼻炎等突发疾病，叶福已经闭门不出了。暖气一天开5个小时，其他时间靠着余温熬过。2天后，暴雨突然停止，冷空气也没了，随后灰蒙蒙的天空被撕开一个口，一道强光照射下来，就连蟾蜍都躲回积水里。叶福看着突然出现的太阳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不少人趁机出去找物资和柴火，可出去半个小时，不少人的眼睛和皮肤都出现灼痛感，
3个小时后，太阳突然消失，而所有出门的人像中了剧毒一般，嘴唇发紫，上吐下泻，皮肤红肿，眼睛不停流泪。叶福的门被大力开起，门外的人哭嚎着求他开门治病。他全副武装后开了门，检查了一番，初步判断这是中了太阳毒。叶福也拿不出救治办法，中了太阳毒的人只能等嘎。家属们受不住打击，在楼道嘶声痛哭，而中毒的大多数都是青壮年。地洞8楼也有一个人中了太阳毒，他发作很快，吐了白沫后吐出鲜血，不过1个小时人就没了。叶福想悄悄离开，却被一个老大爷拽住手臂，对方扑通一声跪下，开始给他磕头。求你了，救救他！我就这么一个孩子，他没了我可怎么活？医生，求你了，不要放弃他，他还有一口气，他还有救啊！叶福深呼吸一口气，微微摇了摇头。都怪我，要不是为了给我找吃的，他也不会出门。小哲，爸求你了，不要嘎，求你睁开眼睛看着我。年轻男人开始大口大口吐答，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抬起手帮大爷擦掉了眼泪，随后手重重垂下。大爷呆滞地看着已经停止呼吸的儿子，崩溃的大哭。在场众人全部陷入失去家人的痛苦之中。大爷背着他的儿子走，回程途中，他抱着儿子从冲锋沟上跳下，连续好几天，小区都没有人敢出去。消失的蟾蜍又出现了，而这一次的蟾蜍好像又不一样了。叶福抓了一只回来，用之前的法子处理烹饪，用测毒的试纸测了一遍，没发现任何问题。翌日清晨，叶福被一阵敲门声吵醒，他开门看到秋兰，秋兰的头发白了一半。出什么事情了？秋兰摇了摇头，只是拿出一个土豆，要和叶福换一个特大号的塑料袋。叶福看着他的神情，立刻就明白了，秋兰的爷爷自搭了，用他为数不多的清醒时间，写下一封给秋兰的告别信。秋兰小心翼翼地擦拭着邱爷爷的脖子，为他穿好衣服，再把他抱进袋里。他真瘦，我居然这么轻而易举就抱起来了。秋兰把他抱到601，那里已经成了地洞的墓园。秋兰的家里变得格外空旷，他捏着那封信蜷缩在床上，眼里已经没有了一丝光亮。我再也没有亲人了，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都没有了，我没有家了，我再也没有家了。叶福帮他添了柴火，拉了一把椅子坐在床边，沉默地陪着他。致我最疼爱的孙女秋兰，这是我最清醒的时候为你留下的信，不必为我的选择感到痛苦和难过，不成为你的累赘，能够体面的离开是我的遗愿。最后，我希望你好好活着，成为更坚韧勇敢的人。叶福，一个人很艰难吧？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，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都很爱我，他们努力工作，省吃俭用，攒了一辈子的钱，就想在我毕业后为我在市中心买一套房子。我从小学到大学都是最努力的好学生，我还想好好工作，做成为最优秀的律师。我这一生从来没遇到过特别大的挫折，我行善积德，我献血、捐钱、捐旧衣服，还填了遗体捐赠书。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，为什么老天爷还是把我的家人全部带走了，留下我一个人活着？我怎么活下去啊？我活不下去的。外面的积水已经淹没5楼，5楼的住户嘎的嘎，搬的搬。叶福和秋兰开始频繁出去寻找物资和柴禾，在一个老旧宾馆，两人找到了不少木床和木板。更多时候，叶福还是独来独往一个人。冲锋舟停在一家私立医院下面，叶福直接爬窗进去，搜刮了一番，叶福准备离开了。刚准备从窗台跳下去，就看到3个人开着冲锋舟往他这边冲过来。卧槽，有人！这冲锋舟是你的吗？叶福跳到冲锋舟上，没打算理这些人。喂，你哑巴了还是聋了？我们在和你说话呢，上面什么情况？什么都没有吗？你怎么空手下来了？你们上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女的，你是女的。我的天，厉害啊！一个人出来找物资。我跟你说，刚才有好几队人被洪水裹走了，你不怕吗？嘿嘿嘿，我们是蓝城大学的学生，听你声音也很年轻，还是学生嘛。我们组建了一个临时基地，你要不要一起去？你有冲锋舟，可以破例给你开后门。不用了。叶福拿起弓弩，对准几人。